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2025年6月12日，全球多地突发大规模互联网服务中断，涉及 Google Cloud、Cloudflare、Twitch、Gmail、Spotify 等数十个主流平台。用户从下午2点30分 ET 开始报告访问异常，部分服务在3点30分 ET 后逐步恢复，但仍有间歇性故障。Cloudflare 最初称正在调查，随后承认服务开始恢复，而 Google Cloud 则表示所有服务已完全恢复，并承诺后续发布事故分析。这次中断像一场数字停电，暴露了我们对少数科技巨头的过度依赖。Google Cloud 和 Cloudflare 作为互联网基建队，一旦出问题，整个网络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连锁崩塌。我挺好奇，为啥这些高可用性系统连几个小时都撑不住？说好的冗余设计呢？而且 Cloudflare 甩锅 Google 的操作，看得出大公司之间互相甩锅的老毛病又犯了。说到底，用户才是最大受害者，谁来为这种互联网瘫痪买单？这事也给所有企业提了个醒，别把鸡蛋全放谷歌云的篮子里，哪怕多备一个 AWS 或阿里云的备胎，也不至于让员工集体盯着502错误发呆。最后感慨，互联网越发达，我们越像趴在同一张网上的蜘蛛，一只脚卡住，全网都动弹不得。此次事件不仅是技术故障，更是互联网时代中心化依赖的集体警钟。未来企业的云韧性和个人的断网生存能力，或许都该列入必修课了。Meta 于6月12日对香港 AI 公司 Joy Timeline、HK Limited 提起诉讼，指控其开发的 Nudifying App Crochet 通过生成非自愿色情 Deepfake 内容牟利，并利用超过170个虚假账户在 Meta 平台投放广告，涉及金额达 28.9 万美元。该应用宣称能一键脱衣，甚至直接标注擦除女孩衣服等诱导性文案。这事真是把科技公司的两难处境暴露得一清二楚。一方面 Meta 这种大厂天天喊着要净化网络环境，但自家平台上每天还是能刷到各种擦边球广告，说明现有的 AI 审核机制根本就跟不上坏人的脑洞。你看那个擦除衣服的提示词，明显是在教坏人怎么绕过检测嘛。另一方面，这种一键脱衣的技术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狼子村啊，随便拿张照片就能生成不雅内容。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人，之前 Taylor Swift、Alexandria Ocasio-Cortez 都被 P 过图，普通人就更别说了，现在连高中生都成了目标。这要是传到学校里，对孩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？不过 Meta 这次主动起诉也算有担当，毕竟光靠事后删除广告杯水车薪。他们联合行业搞的 Lantern 计划听起来不错，但说实话，这种跨平台的数据共享能落实到什么程度？感觉就像打地鼠，这边封了 Crochet， 那边又冒出来新的变种应用。最讽刺的是 Meta 自己也在推动 AI 发展，像他们的 Horizon AI 就有图像生成功能，万一哪天自家技术被黑产利用，到时候是继续当裁判还是当运动员？这个问题估计会让很多科技巨头睡不着觉。AMD 发布了其下一代 AI 芯片 Instinct 密00系列，将于明年推出。这些芯片可以组装到名为 Helios 的服务器机架中。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表示，他的公司将使用 AMD 的芯片， AMD 的机架式服务器将与 NVIDIA 的 Blackwell 芯片展开竞争。
AMD 计划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其 MI400 和 MI355X 芯片。AMD 这次发布会像是对 NVIDIA 的一次精准打击，但说实话，光靠硬件参数很难撼动 NVIDIA 的生态护城河。MI400 的机架级概念挺酷，但实际落地效果还得看客户反馈，毕竟 OpenAI 这种头部玩家的需求和中小公司差异很大。价格战确实是 AMD 的杀手锏，但长期来看，软件生态才是胜负手。AMD 喊着开放框架，可 NVIDIA 的 CUDA 已经深耕10年，开发者粘性不是一朝一夕能撬动的。最让我意外的是 Meta 微软的站台，看来大厂们也在养股，多扶持一个对手，谈判时对 NVIDIA 的议价权就多一分。不过 AI 芯片这盘棋最终还是得看谁能在能耗比和算力密度上真正突破 AMD 这次吹的牛。2026年见真章。芭比娃娃的制造商美泰公司 Mattel 正与 OpenAI 合作开发 AI 玩具和游戏，他们的首款 AI 产品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。美泰公司希望利用 AI 让游戏时间更具创新性、安全性和私密性。他们还将利用 OpenAI 的 ChatGPT Enterprise 来提升业务。此举正值美泰公司努力克服玩具销售放缓之际。作为家长，我对 AI 芭比的第一反应是，孩子会喜欢，但我会犹豫。现在的玩具早已不是买回家就能玩，而是需要充电、联网、防沉迷，这些附加项对3到8岁儿童真的友好吗？比如孩子可能期待芭比讲故事，但 AI 生成的剧情是否足够天马行空？会不会因为数据训练不足，反而限制孩子的想象力？另外，美泰这次合作更像大厂背书的营销。OpenAI 的技术很强，但玩具的灵魂在于可玩性，不是堆技术。回想小时候的芭比，我更喜欢给她换衣服、编故事。AI 如果只是陪聊，可能反而破坏孩子的自主创造。希望美泰能想清楚， AI 是工具，不是主角，别让技术掩盖了玩具最本质的乐趣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